开的车，复活不是开的飞机。再稳一点，再稳一点。不知道终点还要多久，我愿为追最后，即使命运留着咽喉，当喊我姓名就跟你走，不在意答案能否看透，共赴命运的事无谓携手，哪怕紧张期也一定要去拯救那未知的。不是，棒呢？棒没了，看不到了。上车！有人！开车！开车！月老豹会飞。母带！母带，小心地下！母带，倒车！这玩意儿怪了啊！我绞盘根本绞不动呢。母带。
到硬质地上，看着花甲还怎么作妖。有门啊！把出水的老蚌晒在下滩。快了，胜利在望。没事吧？他在哪儿？走啊！走。动不了了，车卡住了。追！哎，我们给他压底下了。压底下了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往这边来，我作死他！压下车，刹车快！刹车！往这边。往我这边下。你这家伙也有今天啊，苍兄，抄家伙！哎，拿着。苍兄，1、2、3。水姐，什么玩意儿？放开我呀！他怕血。血？我哪来的血？对，我有血。你让他回壳！快去拿水！快，到这儿！让开！
我查过了，大湖的消失跟烧棒没什么关系，就是地质结构的原因。还有，我打听了关于老族长的事情。他离开无珠村之后，脑子就渐渐出了毛病，一会儿跟水神爷谈判，一会儿说自己身上有报应。后来他坚持回村，病情反而好转了，就是不能提棒，一提棒就跟疯了一样。不过缓2天就好了。缓2天就好了，这叫什么报应？你们留下陪他吧。我回家看看。来，我来。对了，木代，有个事情我一直想问你。当时我们打老棒的时候，我一直喊你，你当时为什么没反应啊？你喊我了吗？喊了呀。你当时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啊，没有吧？就是在你被老棒夹住的时候。木代，这什么时候到你那儿去了？来，师傅。啊？三兄和红纱怪惨呐，咱们要不要去安慰一下？别去了，让他们自己消化一会儿。爸妈，你们也有日子没回过家了，带你们回来看看，以后就跟着儿子走，不回来了。好，知道了，棍叔。棍叔跟我说，他弄一个什么测试，要我们5个人都要回去，回到利息，一个都不能少。没事儿，那我就先跟你们回去，再回花城吧。哎，我三兄呢？来了，还跟个尾巴。警长，警长，警长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家。这些年，我一直挂念着你，不知道你小小的年纪在外边能不能活得下去。我知道我有罪，村子没了，是我的报应。
我请求你能够原谅我。原谅？我原谅你，你就能心安了吗？你不原谅也可以的。死的那个人是我爸，他在水里面躺了20多年，你该去求他原谅，而不是我。是他失去了一切，我有什么资格替他来原谅你？不，是我没资格，我没资格，我有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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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听说，因为地质构造原因，有消失的大湖凭空出现。以前不产珠，是因为生态被破坏了。现在问题解决，只要水回来，鱼虾、蚌群也都会回来。到时候，我驻村也会回来的。可是五竹村再也没有江昭一家了。事实证明啊，幻象它是有意义的，它提示了下一根星点出现的方位。为什么要提示我们呢？对啊，不提示还好，一提示反而把第2根星箭也抓了。这世间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，我猜测星点之间也有这种可能性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读取了2个上古文字，一个是刀，还有一个是水。星简上的字似乎在标明他们作恶的方式啊。水完全管不住它。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困得住它？水泥，血，我的血，我当时，对，主任，我的血好像也可以。对，那我们试试看。第一个是小萝卜的，开始了。有了。相遇。第2个是小33的。我的，那我肯定没问题啊！这我恭喜2位啊，成功晋级。第3个是小胖胖。Come on。啊？不行。沈先生，我申请明天早上空腹再来一管，我可能血稠。曹兄，你不是血脂太高了？去。这不行了吗？哎，这位新人。烟雾杀。哦，盐2个火，小火活的。
哇，嗯，这图案怎么这么熟悉啊？三鸡斗狗图是不是？这没文化真可怕。这是3只鸟，有冠3尾的是凤，无冠2尾的是凰，剩下的那个是鸾。古书有记载：色五彩，形丝尘，丝尘者，鸡也。那不还是鸡吗？它是像，但不是。那这都基本成型了，我的血应该没用了吧？你抽都抽了，你试一下吧。小狗带着。哎，你们琢磨一下啊，咱之前一直以为水影上那是一个木架子上站了仨鸡，可能实际上不是。那木架子说不定就是新捡，那仨鸡就是神先生说那个凤、凰、鸾。出水影了，我得去。这怎么着火了？怎么又是狗啊？第一幅水影也是狗，这狗难道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？他身上的衣服像是100多年前的样式，还有这里，这种建筑形制也都是100多年前的风格。这2个水影似乎在讲一件很久远的事儿，但和我们现在应该没什么关系。木棍，娉婷，通过实验，我觉得你们5人谁血型跟娉婷相符，然后我们想办法输到娉婷体内，应该能把心结给逼出来。娉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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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娉婷。娉婷，走了。哎，对了，木代，你赶紧买新手机啊！回头咱们建个群，群名我都想好了，凤凰小分队，怎么样？走吧。这富婆取个这么土的名，真对不起她那钱。走吧，张叔，张叔，我们下次再来。下次来，好。张叔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。那行，你赶紧干活吧啊！叔，这把我续对了吧？回来了。张叔，我有点累了，我先上楼歇一会儿，等会儿再下来帮忙。没想到啊，去趟合浦，你们还能碰到一块儿。是啊，是我多想了还是怎么着啊？莫代这次回来感觉兴致不高嘛？啊？张叔，木代以前会突然忘事儿吗？就比方说，他突然做了一件事情，然后就突然忘记了。当时我们打老棒的时候，我一直喊你，你当时为什么没反应啊？你喊我了吗？喊了呀。你当时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
啊，没有吧？有啊，一旦喝多了撒起酒疯来，那是天下大乱，一塌糊涂。不是，但是酒一醒啊，他就把什么都忘了。所以你最好别让他喝多了，免得你看见他出洋相。当时我们打老棒的时候，我一直喊你，你当时为什么没反应啊？你喊我了吗？喊了呀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用不着你提醒我。上回您老也是这么说的，说什么您儿子会带着钱回来。好家伙，哎，躺在骨灰盒里回来了。咱是体恤您丧子之痛，可没有在这葬礼上要钱吧？那您老可不能给脸不要脸吧？这还有房呢。我知道您还有房子，所以一直对您这么客气。但是您儿子赌这么大，欠那么多钱，这押上房子也不够啊。是不够啊，但你没想到，难道我老袁家就不会有几块压箱底的石头吗？好，就等您老这句话。您要是肯拿出来，那这事儿就好办了。半个月内必然两清。不过您老前几回放的话可都没有兑现呢，我这个心里实在是没有底。按规矩，这个我可就拿走了。走。冷泉，这地方我怎么看起来它有点耳熟呢？看起来耳熟。娉婷刚被新简寄生的时候，哼的就是冷泉一带的小调。就是看起来耳熟，我就耳熟。行，你说啥是啥。我最早记录的关于新简的故事，全是在冷泉一带搜集的。我们研究新简，冷泉是绕不开的一站，所以我最近呢又把当地的资料认真的研究了一下。这些呢就是冷泉的壁画，你们仔细看一下，认真看一下，这种绘画风格曲里拐弯之间，是不是和《水影》里面的凤凰鸾鸟非常相似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要是硬这么说呢，我附和你是。既然大家都这么认为，实践出真知，我觉得呢是时候到冷泉去一趟了。不是，是谁这么认为的？哪儿就走。哎，我还没看完呢，您不要紧的。叮嘱你们一句啊，这段时间一定多加小心，能够在一起的时候千万不要落单啊！什么意思啊？你们都小心点儿。谁知道新简还有几分呢？你留着吃。啥？哎，对了，这段时间相互之间小手手牵牵好啊。
神神叨叨的，怪吓人呢。怎么样，木呆？你有没有在看我啊？你这次来我们家，是不是不光是为了领工资？是不是因为你那双重人格的事儿？哎，我就跟你说，我觉得你就是想太多了，根本不存在什么双重人格，你那就是惊吓过度，然后断片了而已。那我就那么不惊吓，你们都没事，就我断片。那就算你是双重人格，那也没什么好担心的呀。他当时又没害你，而且他还带你脱离了危险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好吗？我现在是觉得还好跟罗忍没成，要不他知道了，不知道会怎么样。娉婷啊，罗忍，我感觉他还是有点问题的。好多了。是好的，不吃人了。罗哥，刚说哪儿了？你跟郑国要开饭庄，有点上啊！这么多人呢。正是。嘿，好啊。怎么好了呢？你们这儿欢迎投资吗？我想入股。我考虑考虑。空手套白狼啊！瞧，我是那样的人嘛。没钱归没钱，我有珠子呀。珍珠？哎，之前没在意啊，这里头还不少呢。那肯定啊，你也不看看那蚌壳有多大，肯定有珍珠。哎，到时候我托人收，咱们几个一人一个，肯定够分。咱都有珠子，真是哎，咱都能一块入股。罗哥，我在这儿干啊，应当感恩。但是你说一宿一宿的，人家喊服务员，我说哎，那也不叫事儿啊。我要当了股东，人家喊董事长，我说哎，那什么心头？服务员，哎。哎，咋了？你不觉得曹胖胖很励志吗？励志？他呀，他兜儿比脸都干净，那珍珠能换几个钱啊？他就要入股，这叫励志吗？这叫做梦。就当是梦吧，起码他敢做梦。以前我觉得他那些梦想都是随便说说，但我没想到他真的在坚持。你看啊，说不做混子就真的不做，说要学武就真的拜师，说要赚钱就四处打工。你不觉得挺让人佩服的吗？会服的。我知道过去的事情就像泥潭一样，拖着你，拽着你。但是我觉得，只要你往前走，就会不一样。行了，你有空啊，在这儿跟我灌鸡汤，你还不如想想你自己的事儿呢。我什么事儿啊？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？从窦老棒回来之后，你跟小老板娘就怪怪的，不是吗？来，婷婷。送你啊！得罪了人，就放低姿态，送送礼物，说说好话。
有那么难吗？嗯？用力点。我现在准备去看店面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让郑伯后再跟您联系。嗯，好。得罪了人，就放低姿态，送送礼物，说说好话。你好，先生。想买点什么？送人还是自用啊？随便看看。这儿的都是孤品，独一无二的。我这店叫莲艳，意思是收录所有女子的香美之物。我给你介绍个好东西，这个叫合欢金，上面绣着一男一女，寓意成双成对，幸福美满。这个人怎么没有脸啊？怪吓人的。因为这个呢，是古时候未出阁的女子给自己做的肚兜，做的时候不知道男方长相，所以面目留白。等大婚之后看见男方长相了，才会补绣眉眼。你可以买这个送给你的女朋友啊，让她帮你补绣眉眼。不过，你要是单身，那就算了。算了，寓意不太好。盲婚哑嫁的，婚前连长相都看不出来，挺悲惨的。你喜欢这个啊？也不是。那你有没有兴趣看看我家镇店的宝贝？镇店。连书。罗润。果然是镇店之宝啊，这价格真不便宜。这一双叫净鞋，你知道为什么要挂铃铛吗？为了好听。不对，它挂铃铛是为了提醒女子走路的时候要注意仪态，只有步子稳到不让铃铛发出声音，才叫真正的女子仪态。这一双叫步步生莲，走路的时候脚步起落，粉就会落下来，鞋底镂空的这朵莲花便会清楚地印在地上。走一步，便是一朵莲花。2双18万8。是1双，不过即便有人肯出这个价格，我也不一定会卖。要等有缘人赏识。有缘的变态吗？应该是有缘的恋物怪癖者。那些研究民俗的专家除外。林小姐，你是个女人，居然对这种东西能够夸出来，这不就是古时候加在女人身上的脚镣吗？居然还像宝贝一样供起来，
我看这种东西就该躺在棺材板里。罗先生，我看你是连最基本的礼貌和尊重都没有。是，早就感觉到你想赶我走了，不用送了。